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跨海峡的爱情故事，一段大家闺秀漂洋过海寻真爱的传奇。这可不是什么偶像剧情节，而是实打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。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证了太多的爱情故事，但这一对儿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宋曼宁，是北京宋氏珠宝的大小姐，家族企业市值上百亿。她爸爸宋致远是宋氏珠宝的创始人，靠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过人的胆识，从一家小作坊打拼到了如今的珠宝帝国。她妈妈杨雅是前国际超模，那真是人中龙凤的组合啊。曼宁从小就生活在北京最豪华的别墅区，家里光是佣人就有7、8个，管家、厨师、司机、保姆、园丁应有尽有。在他的世界里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你能想象吗？他从小到大连自己的床都没叠过，连一碗面都不会煮。12岁那年，曼宁被送去了瑞士的贵族学校。在那里，他不仅学习了高端的礼仪和艺术，还掌握了多国语言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回到国内，担任了家族企业的创意总监。表面看来，这位千金小姐的人生简直完美的令人嫉妒。但俗话说得好，越是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越有不为人知的辛酸。曼宁回国后不久，就发现了一个令她崩溃的真相：她那风光无限的父亲，竟然在外面养了小三儿，不仅如此，还有了私生子。而她那光彩照人的超模妈妈，早就知道这一切，却靠着药物麻痹自己，维持着表面的光鲜。原来我引以为傲的家庭，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码。曼宁跟我诉说时，眼神中充满了幽怨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。在一次家族内部的权力争夺中，宋致远因心脏病发作猝死。当律师宣读遗嘱时，全家人都惊呆了，老爷子竟然将大部分股权留给了那个素未谋面的私生子。这一打击对杨雅来说太过沉重，她当场服下整瓶安眠药。虽然被救回一条命，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病症。曼宁一下子从众星捧月的千金小姐，变成了要和素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兄弟争夺家族企业控制权的困兽。更要命的是，她这才发现自己除了挥霍无度外，一无所长。多年来的锦衣玉食让她与现实完全脱节，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。现在的她和重病的母亲住在被抵押的豪宅里，眼看着童年记忆中的奢华生活一件件被拍卖变卖，同时面临着陌生律师和商业对手的无情打压，原本高高在上的贵族千金，瞬间坠入凡间，甚至连最普通的柴米油盐都要开始学着自己操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和曼宁认识了。她那时刚刚25岁，身高1.69米，有着模特般的好身材和高贵的气质。虽然举止优雅，眼神却透着一股子空洞和迷茫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姑娘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内心却已经千疮百孔了啊。曼宁的父亲生前有个老朋友叫陈总，是做服装生意的。陈总和老婆看曼宁可怜，想介绍自己的侄子给她认识。他们打电话给我说，希望我能帮忙牵线搭桥。我一听说是宋氏珠宝的大小姐，马上答应了下来。虽然他家现在遇到了困难，但好歹曾经是顶级豪门，这个人脉我可不能放过啊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曼宁，也开始了她漫长的相亲之路。说实话，像曼宁这样的条件，在我手上的客户里也是顶尖的。虽然家道中落，但人家好歹还有豪宅一栋和不少名贵首饰呢。更别说她的气质和长相，那绝对是上等的。我给她介绍的第一个对象是个海归博士，家里在北京3环内有2套房，条件相当不错。结果呢，曼宁见面不到10分钟就借口上厕所溜了。后来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他，他说：“丽姐，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男的，一直在说自己多么厉害，还问我家里还有多少资产。”我心想，姑娘啊，你现在的情况可由不得你挑3拣4啊。但看在他身世可怜的份上，我还是继续给他物色对象。第二个 IT 公司的高管，年薪100万起步。第3个知名医院的主任医师，家境殷实。第4个国企中层，稳定有保障。一个接一个，我给曼宁安排了至少30次相亲，但每一次他都找各种理由推脱或者中途逃跑。
这个太自恋，那个只关心钱，这个没有共同语言，那个说话粗俗。曼宁的借口一箩筐，我都快给他气炸了，却又不好发作。毕竟人家再怎么落魄，也还是曾经的大小姐啊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姑娘不是挑剔，是被原生家庭伤得太深了。她对男人有着本能的不信任，总觉得他们和自己父亲一样，表面光鲜，内里龌龊。丽姐，我宁愿孤独终老，也不要重蹈我妈妈的覆辙。曼宁有一次喝多了，跟我吐露心声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有些心疼这个表面高傲、内心脆弱的姑娘。就在我以为她要放弃婚恋时，曼宁突然跟我说她要去台湾出差1周。当时我也没多想，以为是她家族企业的事情。谁知道1周过去了，2周过去了，1个月过去了，曼宁竟然人间蒸发了。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，微信也不回。我甚至联系了她妈妈，却得知杨雅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女儿。3个月后，曼宁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：丽姐，我找到真爱了，在台湾。什么情况？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这丫头竟然跑去台湾找对象了，还说找到真爱了。我马上打电话给曼宁，好不容易才接通。丽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么久没联系你，我现在很好，真的很好。电话那头的曼宁声音轻快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妈都快急疯了，我有些生气地质问道。曼宁这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。原来她那次去台湾出差，本来是去谈一个珠宝设计的合作项目，谁知在机场等车时突然下起了大雨。正当她束手无策时，一个年轻男子主动给她撑伞，还帮她叫了车。这个男子叫林耀忠，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普通工程师，家境普通，但为人热情阳光。曼宁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，便答应了他的邀请，一起吃了顿饭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吃饭，他全程没有提到我家里的情况，也没有炫耀自己。他只是很认真地听我说话，关心我是否适应台湾的气候和饮食。曼宁说着，声音里满是感动。那顿饭后，林耀忠主动请缨当他的导游，带他游览了台北的各个角落。从繁华的信义区到古老的迪化街，从阳明山的温泉到九份的山城风光。曼宁说，那1周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开心、最放松的日子。等到回北京的前一天，林耀忠向他表白了。曼宁犹豫了，他该不该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台湾男子的爱意？他们相隔一个海峡，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有生病的妈妈和一大堆烂摊子要处理。我很理解曼宁的纠结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文同种，但两地的婚恋观念和生活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在曼宁这样的家庭，婚姻往往被视为家族联盟的一种方式，讲究门当户对。而在台湾，人们对婚恋的态度普遍更加自由和个人化，更别说两岸的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。大陆人常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高，但实际上台湾社会非常发达，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名列前茅。特别是在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公共服务方面，台湾做得相当不错。这些都是曼宁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我当时很困惑，就回了北京。曼宁继续说道，但我一回来就后悔了，丽姐。你不知道，我看着那些精心设计的相亲对象，再想想耀中的单纯和真诚，我就知道我必须做出选择了。就这样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曼宁瞒着所有人，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带着几件值钱的首饰，居然偷渡去了台湾。我听到这里都惊呆了，这简直是偶像剧的剧情啊！当然，他不是真的偷渡，而是通过正常渠道申请了观光签证，但因为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就像是偷偷去的一样。我知道这很冲动，但我真的受够了北京那个圈子，受够了那些虚伪的关系。曼宁说，那1周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开心、最放松的日子。等到回北京的前一天，林耀忠向他表白了。曼宁犹豫了，他该不该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台湾男子的爱意？他们相隔一个海峡，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有生病的妈妈和一大堆烂摊子要处理。我很理解曼宁的纠结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文同种，但两地的婚恋观念和生活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在曼宁这样的家庭，婚姻往往被视为家族联盟的一种方式，
讲究门当户对。而在台湾，人们对婚恋的态度普遍更加自由和个人化，更别说两岸的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。大陆人常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高，但实际上台湾社会非常发达，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名列前茅。特别是在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公共服务方面，台湾做得相当不错。这些都是曼宁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我当时很困惑，就回了北京。曼宁继续说道：但我一回来就后悔了，丽姐。你不知道，我看着那些精心设计的相亲对象，再想想耀中的单纯和真诚，我就知道我必须做出选择了。就这样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曼宁瞒着所有人，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带着几件值钱的首饰，居然偷渡去了台湾。我听到这里都惊呆了，这简直是偶像剧的剧情啊！当然，他不是真的偷渡，而是通过正常渠道申请了观光签证，但因为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就像是偷偷去的一样。我知道这很冲动，但我真的受够了北京那个圈子，受够了那些虚伪的关系。曼宁在电话里坦白道：我只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，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当曼宁再次出现在林耀中面前时，这个质朴的台湾男孩被他的决心感动了。他二话不说，就把自己位于台北市郊的小公寓收拾出来，让曼宁住了进去。丽姐，你能想象吗？我宋氏珠宝的大小姐，现在住在一个只有50平米的小公寓里，每天早上跟着耀中挤公交车去上班。曼宁笑着说，但我听得出她言语间的幸福。不过幸福来得快，麻烦也接踵而至。当杨雅知道女儿竟然私自去台湾，还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台湾男子同居时，立刻派人去把她带回来。然而曼宁态度坚决，死活不肯回北京。更糟的是，当杨雅查到林耀中的背景后，气得差点再次住院。在她眼里，一个月薪只有几万新台币的普通工程师，怎么配得上自己的千金大小姐？即使家道中落，曼宁也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。曼宁的舅舅杨雅的弟弟杨洋，甚至亲自飞到台北，试图把外甥女带回北京。在台北的一家饭店里，舅甥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姑娘，你疯了吗？为了一个穷小子就抛弃家里的一切？杨洋拍着桌子质问道。舅舅，在你们眼里，婚姻就只剩下利益交换了是吗？我爸妈的婚姻就是你们眼中的完美典范，那种表面光鲜亮丽，实际上充满欺骗和背叛的婚姻。曼宁反驳道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妈妈现在身体不好，正是需要你照顾的时候，你却跑来这里谈什么恋爱？杨洋气得脸色铁青。曼宁冷笑一声，哦，我妈妈生病的这几个月，舅舅去看望过几次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分我爸留下的财产，现在还有脸来说教我。杨洋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最后扔下一句，你要是执迷不悟，就别认我们这些亲人了，拂袖而去。这场争执后，曼宁的母亲杨雅也彻底断了与女儿联系的念头，扬言要与她断绝母女关系。在杨雅看来，女儿不但不管自己这个病重的母亲，还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台湾男子抛弃家族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如果你执意要嫁给那个穷小子，就别想再踏进宋家的门一步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杨雅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咆哮。面对母亲的极端反应，曼宁伤心欲绝，但她没有屈服。在她看来，这正是父权家族的典型反应。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女人为了爱情而非利益做出的选择。丽姐，我知道我很自私，但我真的不想重蹈我妈妈的覆辙。曼宁在电话那头低声说道，我宁愿过普通人的生活，也不要回到那个金丝笼子里。我叹了口气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作为一个婚恋红娘，我见过太多为了利益联姻的例子，也见过太多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而错过真爱的案例。曼宁的选择虽然叛逆，但我隐约觉得他或许是对的。你确定林耀中是真心的吗？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，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。一个台湾普通男孩突然得到一个大陆富家女的青睐，难保没有其他心思。丽姐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曼宁语气坚定，但请相信我，耀中不是那种人。他甚至不知道我家的真实情况，直到我舅舅来闹那一场，他才知道我家曾经多么富有。这一点确实让我感到意外。
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见过太多因为钱财而产生的爱情骗局，但林耀宗似乎真的对曼宁的家世一无所知。而且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告诉他我父亲遗产的事情后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帮我争夺财产，而是问我：你想要那些东西吗？如果你想要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；如果你不想要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这句话打动了我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能有这样一个不为金钱所动的男人，确实难能可贵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曼宁开始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平凡生活。他告诉我，刚开始时简直处处碰壁，他不会做饭，不会收拾房间，甚至连坐公交车都会迷路。但在林耀宗的耐心指导下，他渐渐学会了生活的基本技能。丽姐，我现在可以做一手好菜了。有一次，曼宁兴奋地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他亲手做的三杯鸡和炒青菜。以前在家，我连厨房在哪儿都不知道，现在我竟然能做出这么多道菜。看着照片中那盘卖相不怎么样但充满爱意的家常菜，我突然眼眶湿润了。这个曾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开辟新生活。不仅如此，曼宁还在台北找了份工作。凭借她在珠宝设计方面的天赋和经验，她成功应聘了一家本土珠宝品牌的设计师。虽然薪水比不上她在北京的收入，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台湾的工作环境和大陆真的不一样，曼宁跟我分享到，这里的人不会因为我是老板女儿就特别对待我，一切都靠实力说话，我反而觉得更加踏实了。看着曼宁逐渐适应新生活，我也为她高兴。或许这个任性的决定反而成了她人生中最明智的选择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曼宁离开大陆6个月后，她突然收到噩耗，她的母亲杨雅病情恶化，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说可能挺不过这个月了。曼宁哽咽着告诉我，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妈妈还在气头上，我怕我回去了，她反而会更生气。我听出了她的纠结。一方面，她不想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缺席；另一方面，她担心自己的出现会引起新的风波。特别是如果她带着林耀宗回去，情况可能会更糟。曼宁，无论如何，她都是你的母亲。我建议道，即使她生气，即使她不理解你的选择，你也应该回去见她最后一面。至于带不带林耀宗，这个你自己决定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曼宁决定和林耀宗一起回北京。既然我选择了他作为我未来的丈夫，那么他就应该和我一起面对这一切。他说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就这样，这对恋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。当他们抵达医院时，杨雅的情况已经相当危急，医生说她随时可能离开人世。杨洋和其他亲戚都在病房外等候，看到曼宁和一个陌生男子出现，众人先是一愣，随后杨洋怒不可遏地冲上前来：你还有脸回来，还带着这个穷小子，你是想气死你妈吗？杨洋指着林耀宗破口大骂。林耀宗没有反驳，只是平静地站在曼宁身旁，给他无声的支持。曼宁深吸一口气，直视着舅舅的眼睛：我是来见我妈妈的，不是来听你指责的，请让开。杨洋还想再说什么，但看到曼宁坚决的眼神，最终只是冷哼一声，让出了路。当曼宁走进病房，看到母亲的那一刻，她几乎崩溃了。曾经光彩照人的超模，如今只剩下皮包骨的身体和苍白的面容。杨雅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插满了各种管子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至少20岁。妈，曼宁轻轻呼唤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杨雅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女儿的面容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继而是愤怒。她挣扎着想要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微弱的气音。曼宁俯身凑近母亲的耳边，听到杨雅艰难地说：你终于回来了，妈。我回来了，我很抱歉这么久没有联系你。曼宁泣不成声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耀宗，我未来的丈夫。林耀宗走上前，深深地向杨雅鞠了一躬：阿姨好，我是林耀宗。很抱歉在这种情况下与您见面。杨雅的眼神扫过林耀宗朴素的衣着和普通的长相，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，但她没有力气说话了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。这时医生进来检查杨雅的情况，示意曼宁和林耀宗先出去。在病房外，杨洋和其他亲戚又开始冷嘲热讽：
说曼宁不孝，说林耀宗是贪图宋家财产的小白脸。面对这些指责，林耀宗始终保持沉默。直到一个表叔说你们台湾人就是看上我们大陆的钱时，他才忍不住反驳：叔叔，我不知道您对台湾有什么误解，但我们那里并不是您想象的那么落后。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不需要靠别人的财产过日子。这番话说的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台湾男子竟然会如此坦然地回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杨雅的情况时好时坏。曼宁每天都守在病房里，而林耀宗则负责照顾曼宁的饮食起居。他不但自己下厨给曼宁做饭，还主动帮忙打理病房的卫生，甚至在杨雅清醒的时候，耐心地给她讲台湾的风土人情，逗她开心。渐渐的，杨雅对这个准女婿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有一天，当林耀宗正在给她削苹果时，杨雅突然说：“你对曼宁真的很好。”林耀宗笑了笑：“阿姨，我爱曼宁不是因为她是什么宋氏珠宝的大小姐，而是因为她是曼宁，是那个在大雨中站在台北机场，看起来无助又倔强的女孩。”杨雅听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她缓缓伸出枯瘦的手，握住林耀宗的手：“照顾好她，我会的，阿姨，我保证。”林耀宗郑重承诺。就在杨雅住院的第10天，医生宣布她的病情奇迹般的好转了。虽然还不能出院，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医生们都感到不可思议，直说这简直是医学奇迹。而曼宁却相信，是母亲对生活重新燃起的希望让她战胜了病魔。看到女儿找到了真爱，看到这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对女儿的真诚，杨雅心中的结似乎渐渐解开了。在杨雅康复期间，林耀宗每天都会亲自下厨，做一些台湾特色的营养餐给她。从三杯鸡到姜母鸭，从蒜泥白肉到麻油鸡，杨雅渐渐爱上了这些家常却充满爱意的食物。我从来不知道食物可以这么朴素却这么美味。杨雅有一天突然感叹道：“你爸爸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在那些高档餐厅吃饭，但我从来没有尝过这种家的味道。”曼宁听了，眼眶湿润。她突然意识到，或许母亲这一生真的从未体验过真正的家庭温暖。随着杨雅的康复，她对林耀宗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敌意转变为接纳，甚至是欣赏。有一天，当林耀宗不在场时，杨雅对曼宁说：“这个男孩子比我见过的那些所谓的豪门公子强多了。你爸爸要是知道你找了这么一个踏实的男孩，应该也会高兴的。”曼宁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喜极而泣。原来真诚和爱心最终还是打动了这个曾经活在虚荣世界中的女人。让所有人更加震惊的是，在杨雅出院后，她不但没有反对曼宁和林耀宗的婚事，还主动提出要去台湾看看他们的生活。“我想看看你们平时住的地方。”杨雅说，“我想了解你们的生活。”于是在杨雅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后，3人一起飞往了台北。当杨雅看到林耀宗那个只有50平米的小公寓时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却笑了：“挺温馨的嘛。”林耀宗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条件不太好，但我会努力工作，给曼宁更好的生活。”杨雅摇摇头：“不，这很好。我和志远刚结婚的时候住的地方比这还小，后来有钱了，住进了大房子，但那里从来就不是家，只是个豪华的监狱而已。”听了这话，曼宁和林耀宗都感到无比欣慰。曼宁更是第一次听到母亲提起她和父亲早年的生活。在台北的日子里，杨雅亲眼见证了女儿和准女婿的日常生活。他们一起上班，一起做饭，一起打扫房间，虽然普通，却充满了真实的快乐。这是她和宋志远的婚姻中从未有过的和谐与温馨。我想，你爸爸当初选择了错误的路。临走前，杨雅感叹道：“他追求的是财富和权力，却忘记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曼宁，你比我们都勇敢，你选择了真爱。”1年后，曼宁和林耀宗在台北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杨雅不但全程参加，还亲自下厨，做了几道她学会的台湾菜。看着女儿幸福的笑容，杨雅终于释怀了。丽姐，知道吗？在婚礼后，曼宁给我打电话，我妈说她决定把家里剩下的资产分一部分给我，其余的都捐给慈善机构。她说她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不再被过去的阴影困扰。我听了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不仅改变了曼宁的命运，也治愈了杨雅心中的伤痕。如今，曼宁和林耀宗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他们的女儿刚满周岁。杨雅也搬到了台北，住在离女儿家不远的公寓里，每天都会去看望外孙女。丽姐，我妈现在可厉害了。曼宁笑着告诉我，她不但学会了做饭，还开了个小小的花店，每天和街坊邻居聊天，活得比在北京那个大宅子里开心多了。听着曼宁的叙述，我不禁感叹爱情的力量，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，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家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你有多少财富，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真正契合的灵魂伴侣。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无论是富家千金还是普通工程师，只要心意相通，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天地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金钱和权力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满足，但只有真挚的情感才能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幸福，就像曼宁一样。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所有的包袱，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真爱，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希望这个跨海峡的爱情故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感动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